您能想象吗？一度被全面下架、消失在市场2年的崇祯勤政的亡国君，最近居然又悄悄地回来了。只不过呢，换了一个书名，改成了《崇祯传》。可是不管怎么技术降名，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不就是在影射当下吗？要知道，这本书当年之所以被封禁，原因就是封面的那句话：“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结果越禁越火，越火越敏感。如今又在习近平深陷失事传言的节骨眼上上架，这背后的信号，您说是不是更耐人寻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一个明朝末代皇帝会成为当下最为敏感的政治隐喻，又为什么崇祯和习近平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放在一起比较。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邓梅。9月16号，专栏作家周晓辉在大纪元撰文披露，听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朋友说，最近不知什么情况，不少禁书都开始在大陆网站售卖，这其中就包括2年前下架的《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一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是2016年出版的《崇祯往事》的重印版，作者是2023年去世的中国明史专家陈梧桐。根据介绍，这是一本考据严谨认真、文风通俗优美，带读者回到波澜壮阔的明末，看懂崇祯如何亡国的力作。内容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等方面解析了崇祯皇帝如何走上了亡国之路，但是新版改了书名和封面，并且增加了封面宣传语，叫“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2023年10月16号，大陆各大网站、新华书店、民营经销商突然接到了一则通知，要求尽快下架《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一书，并且安排退货事宜，理由是印制问题。这显然是一个蹩脚的借口。这本书遭到禁止的真正的导火索，应该是封面那句宣传语所引发的政治联想，那就是“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以及书名“勤政的亡国君”，都无法不让人对照当代的政局，联想到中共党魁习近平，也因此迅速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引发热传。这股群体性的讥讽和转发狂潮最终触动了中国的审查神经，使得官方在短时间内紧急的下架并且封杀了这本书。不过据说现在重新上架的书名已经改为《崇祯传》，封面也删除了那句引发联想的字句。这种技术性降敏处理固然可以在表面上掩去某些敏感含义，但是在当前高度紧张的言论环境下，谁都明白这本书2年后得以重返市场，恐怕不只是出版尺度松动这么的简单，更可能意味着习派在文化审查和话语掌握上正在经历着某种肉眼可见的滑落。在中共的政治逻辑里面，最怕的呢，不是别人骂你，而是别人哪怕是一字未提，却让人觉得就是在骂我。像崇祯这样一本原本书艳味浓厚、书名有限的历史著作，相信不少人原本对这本书是毫无印象，甚至根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却因为禁书的标签而引发了强烈的好奇。不仅网上搜索量暴增，讨论升温，旧版的《崇祯往事》也是价格翻倍，不少书迷甚至专程找渠道购书。这一纸下架令成了这本书最有效的宣传广告。那么问题是，崇祯他到底踩到了什么雷？一位300多年前的末代皇帝，怎么就成了当今重权不能碰的禁忌呢？崇祯和习近平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的成长经历、多疑的性格以及最终走入困境的命运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崇祯出生于帝王之家，童年充满不安和孤寂。他的生母被父亲朱由校
猝死，幼年呢就失去了母爱。之后先由康妃抚养，但是康妃对他是刻薄冷酷。后来康妃自己生下女儿后，便把年幼的朱由检抛弃。第二任养母庄妃是仁厚宽和，对他极为关爱，但是却又被权臣魏忠贤陷害致死。这样反复的失去亲人，被权谋包围的童年，让崇祯极度缺乏安全感，也就养成了日后多疑、寡信、刚愎自用的性格。他信奉是亲力亲为，不假手他人，却又偏偏听信谗言，误杀忠臣，最终亲手葬送了大明江山。而习近平的童年呢，也是同样布满了创伤。他的父亲习仲勋在1962年遭遇到了清洗，母亲齐心则主动了参加四清运动。之后也因为没有和丈夫划清界限而遭到审查，被列入康生的黑名单，并在5期干校劳动7年。习近平也受到了牵连，下乡插队不久即逃回北京，结果被当作盲流收容。据传有一晚，他冒雨跳窗逃回家，只为向母亲讨口吃的，却遭到了母亲的无情举报，最终被送进了少管所，在北京基层设施建筑工地上劳动改造。这段经历对他是否造成了伤害，以及伤害的程度，我们是不得而知。但是上位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隐忍、迎合、缄默和不轻易轻信他人，显然就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心理烙印。而他执政后持续的清洗政敌乃至亲信，则显示出他多疑的性格，对周遭环境具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崇祯和习近平都以铁腕著称，执政期间不断的清洗官员。崇祯深信亲力亲为能够拯救危局，习近平则强调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两人都没有能够建立稳固的信任的执政团队，反而在反复的用人和清洗之间耗尽了整个体系的动能。以历史数据来看，崇祯在上台之初就干掉了大权在握的魏忠贤，报了他的杀养母之仇，对阉党进行了大清洗。但是在除掉了政治对手，自己的权力已经非常稳固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收手。一旦下属的作为不合意，轻则训斥罢官，重则下狱砍头。崇祯在位17年间，任用过超过50位阁臣，宰辅也就是内阁首辅的更替达到了17次，平均每年要更换一次。有些大臣甚至几个月就遭到了罢黜或者是赐死，最终无法形成稳定的班底。兵部尚书的位置更动尤为频繁，更更换了16位兵部尚书，并且几乎所有战争失利都以文官问责而收场。最典型的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在辽东的时候，满清根本没有机会入关，仅是一个反间计。但是仅仅一个反间计，再加上崇祯的猜忌心理，这种国家栋梁就被他不明不白的给杀了，等于是自毁长城。除了袁崇焕，熊文灿、孙传庭、杨嗣昌等都是崇祯亲自提拔，却又亲手清算的重要的将相。明代学者纪六奇在《明记北略》中评价说，崇祯疑心人也，而任事之臣，前脚生，后脚斩，天下英豪，孰肯效死？而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也是掀起了连番反腐和党内清洗风暴，从政敌到亲信，数百名高官被查处，涵盖各路军政实权人物，从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到孙政才、傅政华，再到近2年来接连失踪或者是落马的李尚福、秦刚、苗华、何卫东等高官，都曾经是习家军或者是习亲自提拔的重臣。这种亲信也不可信的操作逻辑和崇祯后期的疑臣不用，用臣必疑是如出一辙。两人的执政逻辑呢，都显示出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导致对忠诚的近乎偏执的要求，却反而造成无人可用、治理乏力的困境。除此之外，两个人的治理和远大理想也是有的一拼。
崇祯继位初期，满怀抱负的誓言要振作朝纲，他每日批阅奏章到深夜，对政务极其投入。但是这种勤政并没有能够挽救明朝的倾颓，因为他不懂战略，不懂统筹，过度的干预细节，却又缺乏谦卑纳谏之心。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用人唯亲，刚愎自用。袁崇焕遭到了冤杀，熊维灿被罢黜，吴三桂被疏远，明末一批本可力挽狂澜的将领和重臣，最终不是被猜忌，就是被抛弃。习近平呢，也常被外界批评为志大才疏、小学生博士，特别是在用人方面表现出极端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他提拔的多是出身浙江、福建，或者是过去和他共事过的所谓之江新军成员，而对专业能力和多元声音极度警惕。他强调集权，将几乎所有核心决策权牢牢地掌握于一人之手，从经济到外交，从军队到网信，事无巨细皆都亲自部署。然而结果却是事倍功无，官僚躺平，人才流失，内外失衡。崇祯和习近平还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那就是都对保江山有着强烈的执念。崇祯对大明是忠心耿耿，临终前在眉山自缢，留下“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遗诏。习近平则把保党视为是头等大事，一切内政外交布局几乎都围绕着党的安全及自己的安全展开，哪怕是以牺牲经济、封锁言论为代价。他把自己和党的命运深度捆绑，最终的结果也可能和崇祯一样，是人还没亡，体制先崩。然而，在一连串相似之处之外，两人之间也存在着某些本质性的差异，特别是在自省能力和对待百姓的态度方面。首先，崇祯勤俭节政，不好大喜功，不搞面子工程。崇祯在位期间，每天清晨闻鸡鸣而起，夜间不寐，17年如一日，几乎没有缺勤，在历朝皇帝中堪称是劳模。而且他拒绝宫中宴乐，不兴土木工程，甚至连皇帝必备的陵墓也未曾修建。因此，他死后竟无处下葬，只能草草葬于贵妃田氏之墓。反观习近平，一方面高喊反对铺张浪费，要过苦日子，另一方面却豪掷千金，大搞面子工程，如雄安新区、一带一路、冬奥会、亚运会，哪一项不是主打一个炫富？对外大撒币，对内造空城，在民生困顿的今天，依然高调办盛会、吹号角，可谓秦二世、隋炀帝在世。其次，崇祯敢于自省自责。他在位17年中，先后6次下罪己诏，不管面对兵变、官吏贪腐，或者是皇陵被毁，都能认错自责，甚至自称朕用人不当，致使民变。他也没有大搞文字狱，对批评者如韩一良，即便是奏章苛刻，意味重惩，甚至形式上还给予了提拔。习近平则完全相反，他不仅从来没有承认任何施政错误，反而将一切失误归咎于他人，妄议中央，恶意炒作成了抓捕意见的口实。从任志强、李文亮到徐志勇，近10年来，他以维稳之名持续打压言论自由，形成一种人人自危、寒蝉效应蔓延的政治气候。最关键的不同在于，崇祯还心系百姓。崇祯自缢前在衣襟上留下了遗书，自责无面目见祖宗，愿认贼分朕时，勿伤百姓一人。意思就是说，他希望叛军不要伤害老百姓，你要泄愤，你就分我的尸好了。这段遗言虽无力改变历史，但至少展现了一位末代君王的愧疚和担当。而习近平自执政以来，面对疫情、水灾、地震、矿难，从未亲临灾区慰问，哪怕只是做做样子，也是吝啬于登场，更别说下罪己诏了。哪怕是民怨沸腾、舆情四起，他依然沉浸在伟大领袖的自我神话中。所以说，崇祯亡国虽败，仍有人同情；而习近平若亡党，那便是咎由自取，民心所向。
自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前后，习近平健康恶化、中风、大权旁落等传闻便不绝于耳。也正因为如此，当禁书崇祯重新出现在书架上，不少人不禁要联想到，这是否从侧面证实了这些遥遥领先的预言呢？是否正反映出中共政治风向的转变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